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扣码电竞。2023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即将拉开大幕，作为 LOL 一年当中最为重要的比赛 ，S 赛无疑是 LOL 赛事体系里级别最高、规模最大，也是最具含金量的比赛。尤其是在今年世界赛有着赛制的全面更新后，更是让观众对这届 S 赛的期待值拉满。在 S13正式开打之前，目前已经确定了比赛将采用 13.19 版本。不过近日作为 LEC 传奇选手的 Perkz 却突然发文抨击拳头设计师，认为 LOL 版本改动的计划影响到了职业选手的日常训练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拳头发布的新版本却引发了不小的争议。事情是这样的， 13.19 版本已经确定下来了，而之后测试服会继续更新，到这个阶段13.20 的所有版本改动也已经确定，将会在不久之后进行实装。争议点就出在这 13.20 作为承接 13.19 版本的版本，应该与 13.19 的游戏节奏相似，但 13.20 却出现了大规模的改动，包括英雄、装备和符文都进行了调整。这一点引起了很多职业选手的不满。Perkz 选手就直接发布个人动态喷拳头，这样的版本改动方式会让参加世界赛的选手们非常恼火。原因很简单，参加世界赛的选手们重点练习的是 13.19， 比赛服是 13.19， 但是届时的韩服会正常更新到 13.20， 到时候选手就得在 13.20 版本中训练 13.19 版本的东西。如果两个版本差别不大就没什么问题，但两个版本差别过大的话，必然会影响到选手的单人 rank 训练，这就是 Perkz 指出的拳头版本安排不合理的地方。客观分析来说，确实是这样。13.19 版本的强势英雄，可能在 13.20 版本反而是弱势的。我们简单说一下 13.20 的版本改动影响有多大。正常作为老玩家来说，大家都清楚知道的一点是，如果想要创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版本，制造大量变数，彻底完成对游戏的洗牌的话，单纯只改英雄是很难做到的。因为单纯只改英雄影响的范围太小，但如果大幅度的改装备符文，引入新装备的话，影响的范围就非常大，改一件装备就动辄影响几十个英雄。而 13.20 刚好就是这么一个版本，拳头修改了12件装备属性，11个符文加成，野区方面，野怪、打野宠物、惩戒以及元素小龙加上纳什男爵全部进行修改，防御塔镀层也改，还有重生时间等等机制设定，外加大量的英雄改动。对于这个争议，拳头也是给出了自己的解释，表示说这个版本修改是在职业选手和普通玩家中选择普通玩家，知道会对选手造成不利影响，但以群体更多的玩家为根本。对此躺枪的玩家们也是不买账的，很多玩家表示，拳头之前90%以上的改动基本都是针对职业赛场改的，哪还管玩家死活，现在又舔脸说要照顾普通玩家，真是有点搞笑。个人认为，拳头这次关于 13.20 的版本改动是没法洗的，可能是因为其他的什么原因，选择被迫提前了大规模的版本改动。正常来说，再推迟一个版本去做这些内容是合适的，拳头自己知道，因为 S5 的事情不能在世界赛上进行大规模的版本改动，那就在世界赛版本的下一个版本进行大规模改动。这个操作不仅会折磨到职业选手，也不会被玩家所接受。为普通玩家着想的这句话的确是最搞笑的，经常玩游戏的都知道，有很多在职业赛场和路人局表现天差地别的英雄，比如沙皇，比如瑞兹等等。在一些版本中，这些英雄在路人局的胜率极低，但在职业赛场却是强势英雄。拳头这个时候在选手和玩家中的抉择里，几乎都会选择照顾职业赛场，选择继续削弱这些英雄，导致其在路人局下水道程度进一步提升。因此玩家们才不会买拳头的账。只能说这一次拳头是两边都得罪了，最后还是希望 LPL 的选手能适应这种特殊的训练环境，争取有一个好的状态。 JDG、GEN 和 T1 是本届全球总决赛上最被看好可以夺冠的战队，尤其是 JDG， 由于他们从本赛季初开始就没输过，因此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强的 LOL 战队。而 JDG 为了这套阵容也是传闻耗资上亿，是名副其实的超级银河战舰，也被大家调侃不拿冠军就是在亏钱，至少目前他们一直在拿冠军。如果版本变化太大的话，不知道夺冠的热门战队是否会变化。
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。你们觉得这个版本有什么问题吗？大家有什么想说的，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交流讨论，我会去挨个查看。感谢老爷收看，欢迎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